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跨年夜前夕的家庭聚会上，所有亲戚都以为我和爸妈还是最穷的那一家，他们高高在上地数落着我爸，使唤着我妈，笑话我27、8了还没人要。可下一秒，二姑最引以为傲的儿子穿着我公司的制服，点头哈腰地喊了我一声江总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12月31号，我和爸妈突然多年不联系的大伯被拉入了家族群里。江勇，咱们一家人都多少年没见了，兄弟姐妹都很挂念你们，混得不好也没事儿，难道还能因为你们家穷，大家就不认你这门亲戚吗？念念，你看想吃点什么？今晚大伯请客。就是啊，江勇，今晚你们一家可务必要来。我们一家要是不能团聚，天上的爸妈都闭不了眼。18岁那年，我刚考上大学，外婆重病，花光了家中积蓄，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。几千块的学费，爸妈借遍了所有亲戚，愣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。大伯指着我爸鼻子痛骂：“你怎么那么不清醒？一个女孩读什么书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家里都穷得叮当响了，让江念去打工啊，还读书？你脑袋被驴踢了！”二姑更是直接将邻村的瞎子赵东牵到了我家，欢天喜地地对我爸说：“三弟，好事儿啊，老赵愿意出4万块彩礼，娶你家念念。”气得我爸当即拿起扫把将他们赶出了家门。二姑站在我家门前破口大骂：“江勇，你真是不识好歹！你以为我是贪图那5000的媒人费吗？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亲弟弟的份上，谁愿意管你们家这破事儿？”大伯更是做足了大家长的气派：“江勇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。你要是敢让江念去读书，从此我江家就没你这号人。我读不读书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借钱给我家罢了。我清楚得很，我爸也是。那天过后，我爸妈跟他们断了联系，带着我搬离了农村，去到我上大学的城市打工。整个暑假，我们挤在一个不到5平米的出租屋里，攒够了上大学的学费。现在我看着手机里的短信，不由得冷笑出声。哪有什么挂念我们一家3口的亲人，只怕是无聊了想找点乐子吧。或许是他们扯到了天上的爷爷奶奶。我爸没了拒绝的理由，他回了一个好的。如果只让爸妈去，少不了要受他们欺负，这顿饭我是非去不可了。那晚上就在天悦饭店吃吧，我请客。这3个字还在打字框里没有发出去。孙秘书过来提醒我2分钟之后还有一个例会，于是我放下了手机，拿起电脑跟他往会议室走去。不知道亲戚群里因此上演了一出大戏，没注意时间，散会后已经6点了。我立马往天悦饭店赶去。刚推开包间门，就看到我妈一脸陪笑的给一大桌子亲戚一一倒着果汁，而我爸被大伯训得面红耳赤，要我说：“你家念念也太不像话了，我是大哥，我请兄弟姐妹们吃饭没问题，他选个什么店，人均300多，不是我请不起，我只是觉得他不配。他一个月工资有2000吗？就敢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，还敢迟到，一会他来了你可得好好教育他，不敢我可要替你动手了。对了，你一会儿看着饭快吃饭了，让江念自己去把单买了，就当做对他的惩罚。”我又气又猛，赶忙打开手机，才看到那句“我请客”依旧好好的躺在打字框里。而自从我说了在天悦饭店吃饭后，群里炸开了锅。人均300多的饭店，在他们看来已经是顶天的好。他们生生地夸着大伯给力，大伯大气，
把这个根本不想买单的抠搜大哥架在火上烤，最后也不得不应下了在这儿吃饭。我爸妈一向老实，看着多年未见的亲戚们一齐针对他俩，我的怒火堆到了嗓子眼，刚清了清嗓子，准备向他们开炮。二姑发现了我，她的尖酸刻薄一如当年。哟，我们江家的千金小姐到了。江念，你也有27、8了吧？听你爸妈说你连个男朋友都没谈，吃个饭你还迟到，是没脸见亲戚们吗？当年二姑好心给你介绍对象，你还不要，看嫁不出去了吧？人家都是一代更比一代强，你们家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喽。他不提这事还好，一提我恨不能把他嘴撕烂。当年他给我介绍的赵东是他的远方亲戚，一个离过婚的光棍。当年他还有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儿子，在少管所。他真的生怕我家不够惨，不求他雪中送炭，可他连冷眼旁观都做不到，非得看我一家家破人亡他才安心。我刚一开口，身后厚重的包间门被人猛地推开，撞到了我的腰上，我痛得直不起身。爸妈连忙过来扶我。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们安心。那个撞了我的男人没有半点不好意思，大摇大摆地坐到了二姑身边。妈，今天公司开例会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哎呦，二姑一脸心痛，我的儿子辛苦了，明天让你李叔给你换个轻松一点的岗位，快吃饭。你大伯请客，这儿的饭菜可贵可好了。男人不屑地切了一声，这饭菜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这儿离我公司近，我老板长期请全体员工来这吃饭。我抬起头，看着男人脱掉了我公司底层员工的工作服，一瞬间了然于胸。二姑现在读不懂我眼中的含义，理了理他儿子的衣服，得意地道：羡慕吗？这可是工作服，我儿子现在他们年轻人心中最火的公司工作，一个月8000块呢。说罢，他又指着我，带着讥讽地冲他儿子说：小强看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心比天高的表妹，当年倾家荡产，不惜跟我们断绝关系，也非要去上什么大学，不还是灰溜溜的回来了。从上桌起就不停大快朵颐的张强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致，他玩味地抬起头：是吗？我那没用的表妹，我倒要好好看看，哈哈！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张强看清我后，蹭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手指不住发抖，筷子啪嗒掉到了地上，愣了2秒，随即90度鞠躬，恭恭敬敬地喊了我一声：江总好。不愧是饭桶，声音中气十足，吼得全场鸦雀无声。所有亲戚都呆呆地看向我，显然他们都知道张强所在的公司极好，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公司的老板是我，他们最看不上的我。我挑了挑眉，看向二姑，二姑尴尬地笑了笑，贼心不死地拽了拽张强，嗔怪地道：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还没吃酒，怎么眼睛就花了？张强指着我：妈，你别拽了，他就是我们公司老板啊！突然，张强反应过来后狂喜：妈，你说什么？她是我表妹，那你还找什么李叔啊？直接让表妹给我个副总当不就行了？我还在想，是谁把这么个大傻子弄进我公司？我这公司刚成立没2年，发展迅猛，招员工上我也无暇顾及太多，竟有了这样的蛀虫。李叔倒是要好好查一查，还在走神儿。见风使舵的二姑一把拉我坐到了他另一边。念念啊，当年二姑就看你一定有出息，二姑可喜欢你了。说罢，他将满是饭粒的筷子伸进嘴里勒了2下，一筷子接一筷子给我夹着菜，直到我面前的小碗堆成一座小山。恶心的我
根本不想动筷子。他笑得满脸褶子。念念啊，你们家现在搬到哪里去了？我们亲戚之间还是得多多走动才好呀。张强嘴里含着一大口饭抢答：就城东最豪华的那个别墅区，最大最气派的那座别墅，就是他的。见我不说话，二姑碰了碰我：是吗，念念？亲戚们满眼期待地看着我，我倒有些不适应，点了点头。包间一瞬间炸开了锅，大伯端着红酒朝我走来，满脸欣慰的模样。念念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这么有钱了，怎么还让大伯买单？该你孝顺我们大家了。这话说的，就仿佛他为了我付出了多少一样。妈妈在一旁拉了拉我的袖子，示意我不要让大伯难堪。我看了看爸爸，其实他心里很重视亲情，我是知道的。当年他为了我放弃了他的哥哥姐姐，我很感激。现在如果他们不再作妖，我可以为了爸爸原谅他们。想到这里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端起酒杯回敬大伯。大伯哪儿的话，今天这一顿自然是由我来买单。听到这里，一直愁眉不展的大伯终于开怀大笑：哈哈，还是念念好啊，念念懂事。这么大一个老板，以后我们可有的享福喽！呵呵呵呵，我除了假笑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要享福，也是我爸妈，哪轮得到他们？可是，一桌子人毫无自知之明的连连点头，并且满含深意地打量着我，似乎都在盘算着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。他们的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欲望，可我爸妈看不懂。他们只觉得一桌子亲人都在笑，甚至觉得很温馨。他们开心地笑了，以为亲情回来了。我满是担忧，这样虚伪的亲情，我能替他们维持多久？终于，一顿饭个怀鬼胎的吃完了。因为喝了酒，我打算找代驾。张强从后面冲出来，左手按下了我的手机，右手夺过了我的车钥匙。妹妹啊，你喝酒了没事儿？哥哥知道你家在哪，哥哥帮你开回去。哥，张强打了一个酒嗝，转身就走。300万的车啊，老子垂涎你好久了，这怎么行？你把钥匙还我。我正打算去追张强，却被二姑一把拉住。她力气极大，我根本挣脱不开。别担心，念念，你二哥有驾照，不会出事的。可我哪里是担心他出事，我担心我的车子啊！回过头，张强已经开着我的车一溜烟跑了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满脸怒气地看着张婶。张婶讪讪地松开了抓住我的手：“你瞪我干啥？你哥哥帮你开车，你还不乐意了？”这时，我妈扶着我爸走了出来。她被灌了很多酒，走路都不稳。二姑见状，眼珠一转，上去扶着我爸：“走，我送你们回家。”“不用了，二姑。”我话音没落，他已经招呼到路边的出租车，一把将我爸塞进了车子，自己又坐了上去。我跟妈妈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，也只好跟了上去。车子稳稳地停在别墅面前，二姑迫不及待地下车：“亲娘嘞，这房子跟宫殿一样啊，你们一家3口住得过来吗？”我看着他没好气儿地道：“不用你操心。”说罢，我和妈妈扶着爸爸往屋里走。身后二姑的电话响起：“什么？张强酒驾被抓了？”就这样，我妈在家里照顾醉酒的爸爸。深更半夜，我陪二姑到了警察局。张强1.8米几的大男人，老实巴交地坐在一旁痛哭流涕。我只喝了一点点，我忍着恶心不去看他。警官说张强属于醉驾，要拘留。二姑在一旁跟着张强一起哭。我叹了口气：“二姑，我们走吧。”本来还一脸柔弱良家妇女样的二姑蹭的一下跳了起来：“什么？你要走？你不管你表哥了？”我无奈地摊了摊手：“怎么管？他犯法了啊！”二姑更气了，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：“
好你个没良心的小贱蹄子！小时候我还喂过你饭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我懒得理他，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：强强，你等着，妈妈一定救你出来！我刚坐上出租车，二姑也追上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后面。你不是不走吗？二姑恨恨地盯着我。小强是开你的车被抓的，这事跟你脱不了关系，你得负责。我拿出手机给饭店经理打电话：赵经理，今晚9点半到10点，饭店门口的监控可以给我一份吗？二姑慌了，一把按下我的手机，警惕地看着我：你干嘛？给我气笑了。还能干嘛？你跟你儿子合起伙来把我车子抢走了，我不得保留证据去告你们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明明是我儿子好心帮你把车开回去。二姑，你可想好了说，我家在市区，你儿子开的那可是出城的路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你们自己家的方向吧？二姑愣了，而后鸦雀无声。等下车后，我突然感觉不对劲，回过头：你回家啊？还跟着我干嘛？他不走，他非要跟着我。他说他儿子一天不出来，他就一天赖在我家里。我上楼的时候，他抱着我家沙发腿儿，怎么劝都不动。保姆李姨看不过去，怪冷的天，抱了一床被子给他。我没有阻止，可我没想到他真能将厚颜无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第二天我睡醒已经是中午了，我爸我妈黑着脸坐在沙发上，对面坐着二姑，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人。二姑看着我，又恢复了热情：念念快下来，二姑等你一上午了都。看，二姑给你介绍的对象，喜欢吧？之前那个你不是嫌老吗？这个小，这个小。我看着那个男人，总觉得眼熟，而我爸的脸更黑了。念念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赵小勇啊。难怪我爸妈脸黑。赵小勇，瞎子赵东的劳改犯儿子。或许是我爸老了，打不动了，他只能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。没关系，这个家还有我。我3两步跑进厨房，拿起菜刀2把冲进了客厅。都给我滚！或许是我的气势太过吓人，赵小勇一溜烟跑了。那个啥，念念，我改天再来看你啊。赵小强走后，我放下了菜刀，看着沙发上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双眼紧闭的二姑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二姑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我。我不跟小贝说话，让你爸来找我。可我爸明明就坐在他对面。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道：二妹啊，我们家这日子才刚好过几天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二姑终于睁开了双眼，梗着脖子说道：三弟，你晓得的，我们家这些年日子不好过，一家3口挤在那50平米的破房子里，我们苦点儿也就算了，可不能苦了孩子啊。你看小强已经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，那么小的房子，谁看得上他啊？这样，我们换房子啊，反正你家也是女儿，总归要嫁出去的。我们来住你这别墅，你们去住我家的房子。等小强成功结婚了，我们再换回来。遇到如此不要脸的二姑，饶是我妈脾气这么好的人都忍不住了。我女儿辛苦赚钱买的房子，凭什么要送给你？瞧你这话说的！二姑双手叉腰，你们家就江念一个女儿，她能继承家产吗？江勇死了，还得我儿子来摔盆。你们家的家产迟早是我家的，早给晚给有什么区别？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响了，需要出个急差，家里乱成一锅粥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可爸爸拍着我的肩膀：放心吧，念念，爸爸会替你守好你的房子，谁都抢不走。我看了一眼蛮横的二姑，不行就报警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好。二姑一听，指着我鼻子骂：
你这没良心的，有本事你报警啊！你把所有亲戚都抓起来，让大家评评理。你们家发达了就不认穷亲戚了是吧？江勇，你是想让天上的爸妈死不瞑目吗？我着急忙慌地收拾东西出了门，一路上只想尽快处理完工作回家。出差的日子，每次给爸妈打电话，他们都吞吞吐吐，我感觉不妙，奈何他们什么都不肯说。10天后，我回到家，推开门的一瞬间傻了眼。客厅里满地的瓜子、花生壳，张强和赵小勇躺在沙发上，喝着我珍藏的红酒，烂醉如泥。而我爸妈跟李姨一起，不停地收拾着卫生。二姑穿着我的睡衣从楼上下来，坐到了他儿子身边，磕起了桌上的瓜子。哟，江念回来了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。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爸目光闪躲，无奈又不好意思地道：“你二姑家房子要装修，装好他们就搬走。”听闻这话，沙发上的张强不屑地切了声，又翻了个身，打起了鼾。我气得想把他拽下来痛打一顿，可我妈拉开了我。哎，这事儿不怪你爸爸。妈妈叹了口气，那天你走了之后，你二姑一直拿你去世的爷爷奶奶说话，非要你爸把房子给他，你爸不肯，他就在院子外面大哭大闹，邻居都出来看笑话了。爸爸怕对你影响不好，又将他请了进来，最后他说要装房子来这借住，你爸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爸爸也过来劝我，他们房子装修完就会走了，念念你就忍忍吧。前些年爸爸为了你跟他们断绝关系，现在爸爸老了，还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气气的，这也是你爷爷奶奶希望看到的。我指着沙发上的懒汉，还有胡搅蛮缠的二姑。爸爸，这样的亲戚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爸爸沉默了。妈妈出来圆场，念念你出差辛苦了，我跟你爸去市场买只鸡给你补补啊。他拉着爸爸出了门，我也懒得再说。刚回家，我只想洗个澡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刚裹上浴巾，卧室门被敲响，我以为是李姨上来收拾我的换洗衣物，于是毫无防备地开了门。赵小勇猛地推门而入，看到我眼前一亮：“念念，你要洗澡啊？咱夫妻俩一起啊！”我惊的一声惨叫。赵小勇吃醉了酒，站得不稳，我猛地一把将他推了出去，赶紧锁上了门。困意尽失，我打电话报了警。派出所里，我和爸妈坐在一边，赵小勇和二姑坐在另一边，彼此之间怒目相对。二姑气愤地道：“江念，你怎么胡说八道？你们本来就要结婚了，一起洗个澡怎么了？”赵小勇听见，打了一个酒嗝，红着脸，眼睛都睁不开。就是大惊小怪什么啊？等咱俩结了婚，还得干更亲密的事儿呢！哈哈哈！我真是无了个大语，这事儿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。家庭纠纷，警察也管不到。二姑拉着赵小勇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派出所。我去开车过来接爸妈。车子刚停稳，二姑就想上来，被我爸一把拉开。江淑芬，咱这个姐弟还是不要做了。就这样，我驾驶着车子绝尘而去。后视镜里，二姑扶着醉酒的好黛儿，嘴巴一张一和骂骂咧咧。终于我腾出手来，开除了张强，以及把张强弄进公司的李亮。二姑的老公死得早，这么些年，二姑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四处勾搭男人，还真被他找到了。李亮是我公司采购部的一个小经理，二姑勾搭上他后，便天天给他吹枕头风，希望他把张强弄进公司。他倒也争气，硬生生把一个要文凭没文凭、要本事没本事的张强塞进了公司。被开除的时候，李亮痛哭流涕求我原谅，
我没搭理他。后来听同事说，李亮已经好些天没有工作了，天天在办公室里使唤别人做事，就是因为他说他是我姑父，全公司没人敢得罪他。这样的蛀虫还好及时发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伯带着一众亲戚，还有痛哭流涕的二姑和张强，敲响了我家门。江勇，你出来，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这样欺负你二姐？我爸打开门，都懵了。我看着来势汹汹的一帮人，大伯，这是怎么了？哼，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张强好好在你公司工作，你凭什么不给他发工资？他今天跑去公司问，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。大伯吹胡子瞪眼，做足了大家长的派头。二姑哭哭啼啼，我说老李怎么不理我了？今天我跟小强去你公司讨薪，才晓得竟然连他也被你开除了。呜，你这黑心肝小蹄子，我们可是你的亲人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二姑哭得撕心裂肺，不明所以的亲戚们都纷纷指责我。江念，做人不能这样啊，你要逼死你的亲姑姑吗？就是啊，怎么还能把人赶出来呢？是你答应了可以在你家借住，二姑才决定装修房子的，现在他们无处可去，你让他们怎么办？大伯叹了口气，昨晚二妹没地方去，来我家哭了一宿。我家出了江念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一群人在我家门口演上了。大伯抬腿想进我家，被我靠在门框上挡住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大伯皱着眉头。我摊了摊手，我没请你们来我家啊！大伯气得指着我的手不断颤抖。江勇，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。可我爸妈已经进屋，而我告诉他们别出来，他们抹不开面子，所以得罪人的事都交给我来，我不在乎。见我爸妈没有反应，而大伯承载着众亲戚的希望，江念，我告诉你，你二姑房子装好之前必须住在这里，别说他了，你这房子就算是我想住，那也是住得的。我搬了个小板凳往门口一坐，凭什么？就凭你姓江，你爸姓江，你这江家的房子，我江家人凭什么住不得？给我气笑了。保安，保安呢？把这老疯子给我赶出去，以后别让他再进入我们小区。可是被赶出去后，二姑和张强并没有走，反而跪在我家小区门口开启了直播。不知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，二人在直播里声泪俱下地痛诉着自己被有钱的亲戚嫌弃，弄丢了工作，还没地方住，一时间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。很快，我和我的公司都被扒了出来，这种狗血的戏码人人爱看，记者们蜂拥而至，堵在我家门口。公司并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大三那年，我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合伙成立了这家公司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付出了多少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？我断不可能让江淑芬毁了这一切。我赶忙上楼处理这件事情带出的连锁反应。爸爸一边发抖，一边去开门，想给记者们解释，被我阻止了。那就这样任凭他们冤枉你吗？我摇了摇头。还不到时候，况且就江淑芬那颠倒黑白的本领，哪怕您长了10张嘴也是说不过她的。处理完工作，已经夜深了，我揉了揉眉心，点开了江淑芬的直播间。不得不说，她演技极好，体力也好，哭了一天了，声音依然洪亮如钟。她绘声绘色的表演极易煽动人心。直播间的吃瓜群众一边倒地赞他，有的甚至因为同情他们母子儿子无家可归，刷起了礼物。也有质疑的声音，两个人好手好脚的，出去打工不好吗？就非得在人家家门口跪着？可这样的话一出来之后，就立马会被顶掉。
而且那个人会被拉黑。这样一看，有团队啊！我退出直播间，安心睡觉，没关系的。欲要使其灭亡，想要让其膨胀。江淑芬带着儿子整整在我家门口跪了3天3夜，我也躲在家里当了3天的缩头乌龟。门口的记者见事情没有进展，也陆陆续续的离开了。直播间人气下降，江淑芬也熬不住了，带着儿子悄悄离开。直觉告诉我该收网了，我找人跟着江淑芬母子，只见他们到了一幢居民楼下，下楼来接他们的人正是李亮。原来如此，感情李亮在我公司里学到的东西都用来对付我了，知道对手，这就好办了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江淑芬一家就出门了。李亮开着车稳稳停在 4S 店门口，看样子这3天直播真是让他们赚了不少啊。江慧芬显然没有想过，如果网友们知道自己被戏耍，她又会遭受什么样的后果。我安排的人也跟了进去，他悄悄拿着手机给我视频。李亮看着眼前的车子，似乎极不满意，他撅着个嘴儿：“这什么破车啊，跟江念的比差远了，我要他那个。”江淑芬连忙上去安抚儿子：“别着急啊，小强，江勇家又没个儿子，他家的东西不迟早是我们的。”张强翻了个白眼：“切，你还说他那别墅是我们的呢，你还把咱家房子都卖了，结果被人家赶出来，现在不一样了啊！网友都帮着我们，很快了啊，儿子，很快我们就能搬回别墅了。”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触目惊心。张强皱着眉头：“还得等多久？李叔家的床太硬了，我睡不惯。”江淑芬顿了顿：“就明天，我让你大伯把江勇夫妻支开，我带着赵小勇去找江念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不嫁也得嫁。我已经跟赵小勇说好了，江念现有的资产都归我，以后赚的钱都归他。漂亮啊！我都忍不住替他拍手叫好。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江淑芬的心已经黑成这样。她根本从来都没有把我们一家当成亲人过。爸爸在我旁边看着这一幕，气得发抖，老泪纵横。他说：“这些亲戚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认了。”江淑芬提了一辆30多万的车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又来到了我家门口。刚跪下打开直播间，挤出2滴眼泪，发现，不对了，直播间的风向变了。这对不要脸的母子还敢来演戏，骗子！退钱，赶紧退钱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不到1分钟，吓得江淑芬赶紧关掉了直播。接着，她将我房门敲得砰砰作响。江晚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骂我？我打开一条门缝，扔出去一张报纸。报纸上刊登着当年他们是如何冷眼看着我家走投无路，不仅没有伸出援手，还落井下石的全过程，并且我写明了要跟他们断绝关系。江淑芬在门口将报纸撕得稀碎，红着眼咆哮：“登报是吧？谁不会？我要让大家看看你又是如何不念亲情、见利忘义的。”回到家的江淑芬又开始在网络上卖惨，可这一次大家已经没有那么相信她了。见风向掰不动，她开始毫无底线地诋毁我，说我当年在村里就不老实，时常为了一口饭去勾搭邻村老瞎子。有网友根本不信，也有爱起哄的来了兴致，叫江淑芬继续说下去，甚至有的开始刷起了礼物。江淑芬激动极了，一整个胡编乱造，没一会儿直播间就被封了，我举报的。接着我开了直播，放出了那天江淑芬在 4S 提车的视频。30多万的车子，好多因为同情她给她刷礼物的网友们都还买不起呢，而江淑芬却肆意挥霍着他们的血汗钱。
这下可谓是犯了众怒。江淑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网暴，他们甚至找到了李亮的家里。李亮迫不得已把江淑芬母子赶出了家门。我看着网友上传的视频，李亮颓废了不少，俨然失去了之前在我公司当经理的精气神，胡子拉碴，衣服也皱巴巴。是了，他这样的品质，哪还有公司敢要他？我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江淑芬会拿着卖房子的钱重新买上一套小房子，好好生活。哪晓得再次见到他又是在派出所里。江淑芬疯了，看着我们一直咯咯地笑。警察告诉我们，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去请了律师，想要靠打官司拿到我所有的财产。结果那个律师是个假的，拿到他的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江淑芬母子流落街头，人人痛骂，靠着捡垃圾维持生活。突然有一天，张强在街上遇到了那个骗他们钱的假律师，当即冲昏了头脑，拿着水果刀一下就将人家捅成了植物人。张强被抓，江淑芬受不了打击也疯了。我还有些唏嘘，看着江淑芬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这一次爸爸比我更先转身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